怎么也来了？多管闲事，找死！何人擅闯？来呀，给我拿下！这都跌下台了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贵公子已经尽力了。没事。留步！本将军宣布，此次教场大考的优胜者，就是这位公子。不仅武艺一绝，人品也是一流。我大周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才。敢问公子姓名？可愿担任都城司司尉一职，以保我临安太平？在下于七，只为救人，不为谋职，但是确实是扰了考场的秩序，影响了司尉的选拔，在下心中有愧，故愿暂任司尉一职，待将军另择优选。好担当。他们萍水相逢，于七为何要救我哥哥？如今在临安相遇，还成了司尉。这一切为何会不一样？于七恩公，请受在下一拜。无妨，莫要牵到了伤口。于恩公，我们是东平国府的，在下江战。这位是我的妹妹，江四。见过江姑娘。于兄现居何处？改日我好登门拜谢。哎呀，初到临安，暂无居所。那不如来我东平国府一住啊。哥哥，于公子到临安城肯定是有事要办，怎好武断为人家谋划呢？冒昧了。无妨，江姑娘。我这初来乍到的，不知道何处可以购入宅院。于兄这算是问对人了。我东平国府旁边啊，就有一处空宅。我们临安城有很多闲置的屋宅，于公子可以去稍远的西郊看看。如果觉得远，门边的方寺聚集处也有的。多谢江姑娘。哎，我妹妹说那些都太远了。我东平国府旁边就有个空房，到时候我们哥俩还可以常聚。于公子，您从何处来？南边，燕归城。燕归城是南疆的边陲之地，紧邻着南乌，风景甚美。不知道二位可曾去过呀？燕归城可真美啊！在我的家乡，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美景。还有很多美景你都没见过。日后我带着你，咱们看个遍。嗯。之前若不是我流落南疆，也不会跟他有交集。他曾说从未回过临安，难道说从前骗了我？我们兄妹俩连临安城都没出过呢。和龙蛋所查倒是一致，可他若是连南疆都没去过，又怎么会成为南巫圣女呢？南疆那么远，我妹妹要是真去啊，估计刚走一半，就得哭着喊着要回来了。哥哥，你身上还有伤，咱们赶紧回府，早些休息吧。回见。告辞。于兄，那改日再见啊！一定来找我玩啊！我觉得我跟于兄缘分真深呐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说的他都很感兴趣，这就叫知音难觅呀。妹妹，我怎么觉得你对于兄有点不耐烦呢？我还想着改天让他来府上一聚呢。哥哥，咱们以后还是跟他少些牵扯为好。为什么？妹妹，刚才要不是于兄，你我兄妹二人可就没命了。我知道，但是萍水相逢，还是小心为上嘛。收拾行囊，咱这就回燕归城了。定居。头儿，没有凋零擅自回来已经很冒险了，
而且还有那么多赤羽旗的兄弟在等着咱们呢。要不然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好。有了新线索，圣女图腾也看见了，哪能这么轻易就走啊？弟妹，四儿这桩婚事，我还是觉着理应将这聘礼退还给安国公府，了了这桩婚事。啊，聘礼啊，都花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们大房啊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唉，伯爷这几年也没进相，战儿呢又游手好闲的。你看这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，哪里都需要用钱呀。就连母亲这次上山佛堂清修，她也得用钱呐。可这大哥不信呀？这有账本儿，快给伯爷看看。伯爷。请过目。哎呀，这点聘礼呀，也算是大房为咱们伯府做点贡献吧。你非要把这聘礼给退回去，不就又把咱们伯府往那火坑里推，往绝路上逼了吗？是，弟妹你操持家中之事甚是辛苦，可这聘礼是四儿的，你怎么能够？大哥，你这是在怪我呀？这就是那礼单，你回去点点，看缺些什么都给他配上，然后回去把那婚给退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也是聘礼，都退了吧。哎，你不容易呀，这家不好当啊。都怪爹无能。爹，不怪您。但是我在想，这聘礼，他肯定是藏在哪儿了。女儿想个办法，把聘礼给找出来。哦，就是可能要先借我娘的嫁妆一用。看我这簪子和坠子搭吗？搭。衣服呢？好看。明日啊，我要跟一帮贵女去踏青，绝不能被他们看扁了。我就穿这身儿。四姐姐，五妹妹来了，阿满，快给五姑娘上茶。是。四姐姐好兴致啊，还打扮得如此出挑。平日里怎么没见你有这般家当啊？今日随便带着玩玩罢了。五妹妹也不错呀，就是这头上的簪子，还有这手镯，成色都差了些。五妹妹生得这么俊俏，只可惜这些物件并没有衬托出妹妹的美。四姐姐，你莫要瞧不起人了。我头上戴这些头面，不过就是随便戴着玩玩罢了，自然有好的还在屋里没有拿出来呢，不像四姐姐你如此招摇。这样啊？那我可不信。要是真有好的，怎么会藏着，还怕招摇？肯定是没有，这才以次充好。你等着瞧！哎，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别跟着我！阿满，是。催，就知道催，没了我你们什么都干不了。用完立马还回来。
阿满怎么样？去找些力气大的人来。站住！好大的胆子呀！谁让你们搬的这些东西？聘礼也敢往外搬？二婶儿，不知道我们大房搬运自己的聘礼，打扰二婶您什么了？什么大房二房啊？放在库房里的东西，就都是东平伯府的东西。听这话的意思，二婶是想私吞我的聘礼啊？哦，不对，我之前听父亲说，我的聘礼让二婶已经花光了。现在这些可是父亲费尽心力重新备下的，跟二婶您毫无关系。抬走！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拦！大哥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你看这些下人们，一个一个的胆子都够大的，放在库房里的东西，也敢往外搬。这里是东平伯府，说到底，是我东平伯的宅邸，弟妹不过是暂代掌家事。二房私吞聘礼之事，我不声张，但也没说不追究。大哥是哪只眼睛，看见我私吞聘礼了呢？你若是再三为难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掌家是母亲准予的，那便让母亲来找我。哎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这怎么还吵起来了？大哥，弟妹啊，也是为了咱们伯府好。夫人，这大哥既然决定要去退这个婚，那就让大哥去嘛。夫人，不过大哥，我倒是有一个疑问呐。我不知道这个国公府的婚，是不是你一个人说想退就给退了的？万一他们不同意，啊？你看，这么多的聘礼，一来二去，招招摇摇，那不是让外人看了咱们两家人的笑话吗？二弟说的对呀，你看，那得等大哥退了再说。不是大哥，给我搬！哎。此乃都城司令牌和官印，交于于四位。从今日起，你我便是同僚了。我乃都城司的通判，掌东衙，主理审案、断判、文书等事宜。你呢，掌管西衙，这治安巡防、抓捕要犯都归你管，但仍要记住。以东衙为首，听从安排。为了你我二人日后更好的协作，本官特意将注意事项整理成册。这么长？甄大人着实是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于四位，我来给你细讲讲。每日卯时开衙，临昏散衙，无故不得缺勤。每日早晚你我需要会面一次，定今日之要务，论明日之安排。好，咱们稍后再说。我早就跟大哥说过。这招行不通，不能这么干。就是
这谁给弄回来的呀？伯爷，这好像是安国公府差人还回来的，我们也做不得主，已经请过二夫人了。我这明明放到安国公府了呀，怎么又给抬回来了呀？抬回去。伯爷，那安国公府的管家说，您要是再抬回去，他们还得再抬回来。哎呦，这聘礼怎么又给抬回来了？这一日折腾来折腾去的，也够辛苦的。哎呀，伯爷宽心，国公府呀，定是舍不得咱四丫头，才不愿意退婚的。那季公子啊，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未来还是得跟咱四丫头好好过日子呀。大哥，哎呀，咱们伯府的颜面，算是被你彻底给丢尽了。你这都整的什么事儿啊？来人，把这些东西都抬回去，别在这儿碍眼。是。还是二爷神机妙算呀！你看大哥，也不顾及他女儿的颜面。夫人，你也少说两句吧。反正这聘礼都送回来了，我也安心。哎，公子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风景挺好啊，有水路就有升起。对，这条河呀，直通内外城。这条，哎呦，慢点，哎呦，慢点，哎呦，这宅子啊，交通很方便，不咬人，不咬人。哎呦，好，是。这前面呢都是东平伯府啊，这是他的北宅。公子，您随便看，您看这桌子、椅子，还有这床，这都是新的。这外域的治安啊，是不如内城。养条狗也挺好的啊，可以看家护院。哎，我们二流可不是看家犬，那是纯正的军。啊，来，俊俏无比、威风凛凛的大宝贝儿呢。大宝贝儿。这临安城啊，就是内富外贫。这好多的达官显贵啊，有钱有势的，那都住在内城。公子，您要是手头宽裕的话呀，小人建议您优先考虑内城的宅子。不必了，就这儿吧。不过根据大周律啊，这房子的买卖啊，咱们呢还要先问一下房东的亲戚，再问问周围的邻居，他们要是无意购买，那就成了。那就快问嘛。就我跟龙蛋一块儿住。哎呀，龙蛋可太轻松了，根本就不用他伺候。房子的大小可太适合你了。于公子，哎，江姑娘，哥哥，什么房子啊？啊，于兄要搬来枣树巷院子了，询问四邻，正跟我们打听意见呢。枣树巷院子咱们是要买的呀，怎么会让旁的人搬进来呢？妹妹，咱什么时候？哦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于公子，这枣树巷院子我们东平伯府早有意定下了，真是不巧。无妨，江姑娘，条件随便开，怎么样才肯把院子让给我？考虑考虑。哎，二舅，啊，对，抱歉啊，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呀。夫人，里边请。妹妹。
这是家里来贵客了。我说人都到哪儿去了？安国公夫人好。崇义今日登门赔罪，还望岳父大人海涵。别乱叫，我可不是你岳父。昨日去你们府上退聘礼，你们没收，今日来的正好，聘礼和人一同回去。聘礼岂有拿回去的道理？夫人，女儿受委屈了，这当爹爹的心里不舒服，再说呢。崇义犯了糊涂，我做母亲的绝不偏私。他父亲也请了家法，还望东平伯和四姑娘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再给机会，再给他机会来谋害我妹妹？谋害？二公子，这话是从何说起？你儿子没告诉你，他把我妹妹推进河里了？战儿，长辈说话不许插嘴。崇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母亲，没有这回事啊！跟他们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岳父大人，四姑娘因为狡猾，意外失足才掉入河里边，旁边都有人看到，他们可以作证啊。江公子，你无凭无据，不能冤枉人呐！我就知道我们家崇义这品行是绝对不能干出如此糊涂之事的。那日四姑娘落水，可把我们一家子都急坏了，尤其是崇义啊，嚷嚷着要下河找四姑娘。夫人先坐，夫人先坐。大哥，你看孩子都跪下了，也知错了，这不就是个误会吗？啊，嚷嚷着要下河，莫不是着急要下河确认我到底淹死了没有，这样才好娶自己相好的过门啊？四儿，你这未出阁的姑娘，你这说什么话呢？四姑娘，我读的是圣贤书，绝不会对弱女子下手，更何况你还是我未过门的妻子呢。四姑娘不用担心，到了国公府，我定将你当做亲生女儿一样疼惜，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要是崇义这小子敢欺负你，我帮你出气。媳妇给婆母请安。崇义昨晚又没回来，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住，守活寡也只能怪你没本事。老三总往外跑，还不是因为家里的女人无趣？你好歹也学学样子，打扮打扮，像块木头似的。儿妇知道了。婆母请用茶。你打扮的一副妖艳模样，是要勾引谁？还不快滚！四儿听见没？有这么好的婆母，你嫁过去那就是享福了。大哥，是不是？若是四姑娘愿意，咱们今天就把婚期定下来。我也盼着你早日嫁进国公府。魏夫人，我还是那句话，退婚。我今日亲自登门，以给足你面子。按照大周律，你执意退婚，可要杖60。四姑娘，3思而行啊。好，那咱们两家就去找个能说律法、论公道之处。到时候不仅这婚要退，季三公子为了遮掩私情、谋害未婚妻的罪名，也定是跑不了。对。哎，四姑娘，国公府岂怕你一个闺阁女子？你若执意这般，那便公堂见。对了，魏夫人，聘礼还请您一并带回，就不用我们再多送一趟。咱不跟他们置气，到时候直接公堂上见。妹妹，你还记得那是具体是在何处他把你推下水的吗？首先需要人证，我也在想，到底有谁会看到他把我推下水了？江姑娘，于兄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本来想跟江姑娘商议一下宅院的事儿，便多停留了一会儿。不巧听到了你们谈及家事，本来想着回避的，但是想到了这个江姑娘可能会有求于我，就又停留了片刻。我有求于你。姑娘落水是何人所救啊？是你救的？
妹妹落水是于兄所救。哎，不值一提。哎呀，于兄，我兄妹二人的性命都为你所救。从今日起，我将战。哎，于公子，你是不是看到我被人推下水了？那倒没有，但是我知道有人可能看到了。谁啊？这宅院的事儿。 可以商量。太好了，我们就要成为邻友了。是于兄，没想到你我兄弟缘分如此之深。哎呀，都是缘分。季公子，四姑娘，姑娘，可是在担心官司。 姑娘，要不早些休息吧。你刚落了水，寒气定都还没有消退。阿满，帮我拿把伞来。这么晚了，姑娘要去哪里？去见个朋友。你来了。我知道你会来找我，看到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和季崇义私会的女子，是你吗？是我。你如此坦诚，倒是让我很意外。这些年，多亏了你把我支着香，在店里寄卖，才让我有了些银钱。 可以贴补家用。那些年店铺生意不好，多亏你一双巧手调出奇香，风靡整个临安城，我的店铺才能起死回生。快尝尝，特地给你做的。真好吃。这是什么？店铺的钥匙。阿四收好，以后在伯府待闷了、受气了，想来随时来，把这里当做你的第二个家。 姐姐出嫁以后，我很寂寞，是你想着法逗我开心。谢谢巧娘，我知道，你是把我当做真的姐妹的，你也是我最好的姐妹。曾经，事到如今，没什么可瞒你的。巧娘，店里这么多香，你觉得？ 哪一款最适合我？我来想想。把这里最名贵的香料都拿给四姑娘看，我来付账。季公子，不必了。这款小四合虽然不甚名贵，但很多文人墨客都爱用这款香。我最爱这味香了，清雅舒心，可以让人沉心静气。他不是什么好人，对我也并非真心，不过是看中了我的家财，能够替他还赌债。原来这些你都知道。 他觉得我好像很好骗，但其实我也在引他入戏。我只想攀附权贵，获得更好的地位。你不懂的。
我父亲就是一个无权无势、被强权欺压致死的人。从那时起，我便发誓，我不愿做一个无权无势、低贱的商妇。当我被姬崇义看上的那一刻起，我便逃无可逃。但我也不愿就此被摆弄，我要利用他，高价进安国公府，改身换命。巧娘，你糊涂呀！这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。我等商妇所面对的皆是火坑，妇道人家免不了被无数体面人谩骂非议，赚得越多，招惹的是非越多。若是谈婚论嫁，抛头露面，正经的官宦人家瞧不上我们，同行相亲，南商贾也不愿意娶我们。还有那贫苦的读书人，他们哄我们慷慨解囊时，情长甜似蜜，只待他们一朝登科，便背信弃义，遣我做那下堂妻。不是我非要往火坑里跳，而是我在众多的火坑当中挑了一个最值当的。我要嫁的不是姬崇义，是安国公府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为我的孩子挣一个好前程，为他们挣一个生来便不会被欺压的家境。孩子，你有身孕了。你母亲是临水首富之女，却也选择用十里红妆嫁进伯府，因为只有这样，她的孩子才能有一个好的出身，才能有资格谈前程。你小靠腹中的孩儿在国公府立足，但你怎么就笃定他一定是个男孩呢？说他是个男孩最好，若不是，那我生的便是双生子，龙凤胎。你居然连这个都想好了？只有越过这道门槛，我和我腹中的孩儿才能有更稳固的地位。四儿，是我对不起。什么退婚？是啊，祖母。我这去山里清修了半个月呀，这个四丫头要在家里闹翻天呢。哎呦，我劝她，我这嗓子呀都冒烟了。她根本没把我这婶子放在眼里，还声称说要去报官。这好好的喜事，非要打成官司啊！祖母，四姐姐她动手给了我母亲一巴掌。哎呀，提这个干嘛呀？还不够丢人的呢。不过这四丫头对自家人下手也是够狠的，我这脸到现在还疼呢。哎呀，这个四丫头成何体统啊，无法无天，简直是！阿福，去把四丫头给我叫来。是，老夫人。祖母，您快喝口茶消消气。回老夫人，海棠居的婢女回话说，四姑娘身体不适，还在睡着。什么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，还在睡着呢？祖母，你看呀！老儿媳妇儿，你这是怎么管的家呀？哎呦，母亲，是我无能。可是这四丫头，自从落了水之后，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倒是有几分破罐子破摔的意思。这老大也不知道怎么教育自己的女儿的。哎呀，伯爷您就别提了，他女儿胡来，他不但不拦着，还亲自去了国公府，嚷着要退婚。他还扬言说，拿不到退婚书，他誓不罢休。去海棠居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四丫头到底病成什么样子，还起不了床呢。老夫人、二夫人、五姑娘，祖母刚从山里回来，念着四姐姐，特意喊去见见。怎么四姐姐昨日还活蹦乱跳说要退婚，今日就病得下不来床了？姑娘先前落了水，昨儿又受了凉，所以才……那我更要去看看。哎，五姑娘，您不能进去。五姑娘，阿满，我妹妹来了，怎么不通报一声啊？这什么水啊！我刚才全身发冷，煮了点姜水泡脚呢。好了，祖母，您回来了。母亲，跪下！之前跪的太多，
天真的以为事只要跪下便能解决。四丫头啊，你可知道能与安国公府沾亲，有多少人羡慕啊？别说大丫头、二丫头在婆家会被高看一眼，就连这三丫头，这1年来上门提亲的门第也高了不少啊。说白了，不就是能与安国公府沾亲吗？夏虫不可语冰。嘀咕什么？没什么，祖母，孙女知道了。你祖母回来了，你倒是办得乖巧了许多啊。那既然这样，咱们呐就跟安国公府低个头，收婚约照旧。好，任凭二婶做主。祖母，那孙女现在可以起来了吗？继续跪着。看看您闹出这么大一出戏，平白的让两家生了嫌隙，跪着好好反省，1个时辰以后再起来吧。那你还是起来。呸！你不是说他落水了以后变了吗？我看他还是原来那样啊。可能是媳妇儿多虑了。上家法。打！别打！别打！长儿，这祖母，我看谁敢护着他！母亲三思啊！那季崇义敢将四儿推入水中，定不是什么良善之辈啊！大哥糊涂啊！人家那是安国公府，能够高攀到安国公府，那是大房烧了高香了，何必计较许多呀？他现在代表的是我们整个江家，啊，那江家的嫡女心里只有自己，还要把退婚的事弄上公堂，那这是把咱们伯府的颜面放在地下碾呀！你们说的对，四丫头不守规矩，在那胡闹，成何体统啊！我们东平伯府最看重的是什么？是名声。只要是坏了名声，我绝不答应。可什么？安国公府本来就理亏，她要是嫁了过去，人家会好好的补偿她，不会苛责她的。你到底有什么不满意的？祖母，妹妹不想嫁，我们不要逼她了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你也来裹乱，一起打！是。爹，打！爹，老大。祖母，别打了！祖母，别打了！我同意嫁给季崇义。行了。姑娘，您之前不是说要上公堂退婚吗？现如今老夫人回来，您又说让二夫人做主，婚约照旧，这是何意啊？公堂肯定是要上的，只不过咱们要暗中行事，绝不能让祖母先知道。大人，民女要报官。结状。禀告，择日过堂细审。到底是谁能看到我落水？在下有一事不明，还想请姑娘先帮我解个惑。说吧。我先是救了你，然后又主动提出来帮你寻人，既未邀功，也未曾得罪过姑娘吧？不曾。那你说为何3番5次的反对我比邻而居啊？就这么讨厌我？那我也想问问于公子，这偌大一个临安城，那么多空宅，为何偏偏非要买在我们东平伯府旁边啊？那是因为我与姑娘的兄长甚是投缘，我觉得他也希望我跟他住得近一些，这样往来也比较方便。
我哥哥这个人生性热情好客，对谁都是以兄弟相待，但是因为结交甚广，转头自己就忘了。所以于公子，切莫当真。哎呦，巧了，我就欣赏他这样的性情中人。听姑娘这么一说呀，更得当邻居。你就别绕弯子了，到底知不知道？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就不要耽误我的功夫。此事对于我非常重要，不得儿戏。我自是有轻重的。瞧瞧，证人不是来了吗？他们就站在你落水的对面，别人可以说看不见，但他们不可能。只要退了婚，一切就能够重新开始吧。这一次，我要过不一样的人生。季崇义，江四状告你蓄意谋杀，你可认罪？大人，冤枉啊！这本就是意外。我看就是那姑娘自己失足掉进水里的。听说啊，是别的人家给了东平伯府更高的聘礼，所以他们才借题发挥的。哟，这不是一女婿两家吗？对，胡说八道什么？就是什么一女婿两家？是不是安国公主给你派来的？启禀大人，民女有证人。传证人。传证人，传证人。哎呦，我的老爷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这旁的不说，甄大人那边可需派人去打点打点。你倒是拿个主意呀！旁人还能疏通打点。都城司甄衡是个油盐不进、六亲不认的主。就连陛下有时候也要让他3分，所以才将这最难做的都城司通判一职给了他。堂下何人？小人王东升。以何谋生？我在馄饨店做小二谋生。那本官问你，当晚你看到了什么？那夜我确实在河边，但是天太黑了，我没看清楚。此乃公堂，不得妄言。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什么？没看清。可是我当着很多人的面都说了，是季公子推的4姑娘。我听说。你家里面还有一个年迈的瘸腿老娘，你想干什么？那天晚上夜太黑，你看得并不真切。江四，你可有话要说？启禀大人，还有一证人，字画店老板宋林。小人宋林拜见大人。小人的确看到过4姑娘落水，只不过她是自己失足。宋林，你是否看清楚了？回大人的话，小人看得清清楚楚。你们2人先退下。是，大人。看来有的人不但会推人下水，还会收买人心啊！天黑路滑，一时看不清楚也很正常。
世子真是贵人多忘事。那夜我掌了灯，既然能把你的丑事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又怎么会看不清路呢？信口雌黄。大人，我们确实有口诀，但四姑娘是因为情绪激动时，不知道怎么意外掉落了河岸。四姑娘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但是也不该在此胡闹，在这公堂上污蔑我。大人，敢问诬告之罪该如何处置？大人，民女还有一证人。还有谁？跟季重义私会的女子，巧娘。对，她是离洛水现场最近之人。来人，传孙巧娘。传巧娘。民女孙巧娘，参见大人。孙巧娘，那本官问你，季重义到底有没有推将士落水？巧娘，你如实大胆地说，有我在，不用。民女孙巧娘，参见大人。孙巧娘，那本官问你，季重义到底有没有推将士落水？巧娘，你如实大胆地说，有我在，不用跑。既然你执意要嫁进国公府，那我也来帮你一次。如今你即便嫁进去，也只能做妾室。但如果你愿意出面作证，我来帮你，让你做国公府里受人尊敬的正头夫人。要不要信我一次？大人，那晚却是季公子推了姜四。巧娘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疯了！季重义，你若在当庭大声喧闹，本官就判你个藐视公堂之罪。好手段，化敌为友。这情敌的证词比旁人更可信。姜四，你果然不简单。本官再问你，那季重义是一时失手啊，还是故意为之？他是。莫怕。照实说。巧娘，我不是故意推了他，你在我身后看得清清楚楚，只不过是我一时失手啊。季公子，如今你倒是承认了，确实是你把我推下水的吧？我没有，我不是故意推你的。你前后颠倒，公然欺瞒本官，给我拖出去，杖10棍。是，你不许动我！我父亲是安国公，你不许动我！他们俩联合起来，就是要逼我退婚。大人冤枉！大人，这是他干的！大人，手下留情啊！来者何人？我乃安国公之子季重礼，特来为季重义求情。大人冤枉啊！姜四和巧娘联合起来说谎，就是逼我退婚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冤枉大人！使点劲儿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！此乃东城司公堂，无论你是王孙贵胄还是贩夫走卒，本官都将一视同仁，只论是非黑白。哥，大人，冤枉！他们俩串通一气。巧娘，你继续说。大人，他是。我演的如何？恰到好处。折腾一日了，来，先把安胎药喝了吧。不烫。巧娘，巧娘，把那个贱人给我喊出来！别躲着，给我出来！季公子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在这儿，姜四也在这儿，赶紧把他给我叫出来！快去！你先在这儿，
知道你们在这，赶紧给我出来！人呢？季公子，看来这棍子是没挨够啊，都能下床来兴师问罪了。你和巧娘两个毒妇好手段啊！一个在公堂上装的木讷，一个信口雌黄，到头来竟联手来害我。你脚踏两只船，想把我清清白白女儿家连哄带骗娶进你家，还不允许我还击了。你，国公夫人，原来您就是这般教子。住口！我儿子是天之骄子，瞧上你是你的奏护。你这贱妇，他究竟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在公堂之上构陷我儿？那咱们便鱼死网破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别进我们家的门！真不愧是国公夫人，事到如今了，还睁着眼睛说瞎话呢。我本就不想进你们家的门，但是巧娘，先坐下再说。但是巧娘，她如今怀了你儿子的骨肉，她有身孕了。分明就是居心叵测，你是想用肚子里孩子来要挟我？一个低贱的商妇，你这铺子里来过什么人？你和什么人有过交情？谁清楚呢？你凭什么说肚子里孩子就是我的？安国公府的手段，近日在公堂上我也见到了，能将黑的说成白的。不过我孤家寡人一个，也没有什么可被威胁的。这孩子，你认与不认，都姓季。我与您儿子的关系，想必甄大人和全城的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要是有什么不测，安国公府第一个被怀疑。安国公府的门不是你想进就进的。今日还真是开了眼界了。本以为您要是知道巧娘怀了身孕，还会顾着骨肉亲情，没成想居然这样无情无义。也是，等以后要是传出去了，说季公子为了求娶巧娘，不为情义，而是为了巧娘的财帛去填那赌输了的窟窿，也没人觉得奇怪了。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啊？先前哄着要把我娶进门，怕也只是要找个冤大头罢了。但此事，国公爷怕是还未知晓吧？你们要如何？我要一纸退婚书，巧娘要一纸通婚书，而且她要做正妻。我看你是疯了！区区低贱商妇，简直痴心妄想。是您儿子看上了我这商妇赚来的财帛，多少银子我来替他还。你别在这儿做春秋大梦。季公子，你真是有个好母亲，让我好生羡慕。但事已至此，要么你们母子俩答应我们的条件，要么在公堂之上，把你是如何要谋情人的财，要害待娶之妻的命，如今有了孩子，又是如何翻脸不认，都通通说给甄大人去听。若真的走到那一步，登科入仕，四锦前程，对于季公子来说，恐怕才是痴心妄想，春秋大梦了。好歹毒的计谋！你们俩只销毁了我！娘，救救我！你真是一步错，步步错。正妻之位，就算我答应，国公爷也不会点头的。夫人，据我所知，你以前也是妾室，现在不也是国公府里头的正头夫人吗？相似相谢，您总会想出办法的。姑娘，魏夫人不是都答应了退婚吗？怎么你看上去还是心事重重？一日不拿到这退婚书，肯定都会生变数。我怎么可能心安啊？也不知道父亲去安国公府那边交割的怎么样了。希望不要横生枝节吧。
落水之后，姑娘的确变了许多。怎么说啊？姑娘从前从不做山水画。是吗？对呀，姑娘，你看这些，还有这个，都是姑娘你从前画的，都是花鸟图。之前嫁给季重义，遭遇了那么多变故，最后流落南疆，倒是让我有机会见识了临安之外的大好河山。女子一辈子困在深闺后院，赏花斗鸟，饱食终日，除了花鸟画，还能画些什么呢？不过这画中的山水倒是别致，阿门从未在临安见过这样的山水。姑娘画的是哪里啊？我画的是梦里梦到的。四妹妹，四妹妹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哎，退婚书。对，退婚书。哥哥，你看，谢谢爹爹。哎，太好了，哥哥。撤告？是，可是那安国公府威胁于你。不是，大人，我是自愿的。今晨，我父亲已经从安国公府取回了退婚书。江姑娘，本官见你在公堂之上，面色不改，临危不惧，非一般闺阁女子，颇有大丈夫之气节。为何今日要临阵退缩呀？大人谬赞了，江四实乃寻常的闺阁女子，只是不想糊涂错嫁，悔恨一生，从头到尾都只是为了自己考量，没想过什么大义。既然那安国公府都已经写了退婚书，我的目的便达到了。江姑娘此言差矣。若是巧娘供述属实，本官便可以判季重义一个故杀罪。婚嫁乃是良家结亲，按照本朝律法，一方犯罪，另外一方可以解除。不是的，大人，那季重义却非有意害我，只是一时失手。本官听闻，近日安国公夫人去寻了孙巧娘，可是她收买了巧娘，收买证人，一时出律。真的没有，大人，只是一时失手。怎么样，爹？好吃吗？嗯，四儿的手艺是越来越精湛了。以后给爹做更多好吃的。好，好。爹，昨日去安国公府，都还顺利吗？是他们师德在先，无礼在后。我到了，不愿与他们多废话，客气的拿了退婚书就走了。只不过，你们祖母知道了这退婚书撤告之事，罚我在祠堂跪了小半晌。祖母还罚您跪了？这一跪，能换回我四儿欢喜，值了。您都这把岁数了，还罚您跪？哎，妹妹，怎么了？我约了于兄跟甄大人来家里吃饭，他们快到了，我去门口接一下，你快收拾收拾啊！你也收拾收拾。他刚才说什么？让我也收拾收拾。姑娘，你脖子后面有个图案。脖子怎么了？姑娘，你坐下。你举高点，我看，这边，看到了吗，姑娘？为什么会出现圣女图腾？从前不曾有呀。难道因为我曾经在南屋生活过？
醒醒！什么？水。啊！怎么样？大周人。不是大周人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不会上报的。 这个药可以帮你止血，水和药我都帮你留在这儿了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，啊！小心啊！这好像有个人，是大周人。他该不会是从这悬崖上掉下来的吧？他们也太大了。他救过我，现在伤得很重，先带回去。 今日我就收你为徒。我被人逼迫跳崖，是你们救了我。大长老不计两方恩怨，收我为徒，传授我本领，请受姜嗣一拜。我们南巫本不救大周人，只是你不计两方恩怨，救了独儿。我们南巫还你一命。 只是从今以后，你不可和大周再有联系。我在大周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了，我愿意留在南巫。甄大人、于兄，里边请。二位能来，这里真是蓬荜生辉呀！爹、妹妹，甄大人和于兄来了。欢迎欢迎啊！二位大人快请快请。小女退婚事宜，还多谢甄大人秉公断案，于大人帮小女寻找证人呢，多谢，多谢呀！我这也是惭愧了，没帮上什么忙。 哎，伯爷，本官也只是尽职尽责，若是不秉公断案，怕是日后会寒了临安百姓的心啊。江姑娘，你若何时改变了主意，本官仍旧愿意帮你追究安国公府的故杀罪。多谢大人，劳心了。今日天气闷热，正好家里做了一些降暑的茶点，不如大家一起品尝一下。是，太客气了，不必了吧？ 你这太客气了，刚才你不还说天气炎热，你想买一些降暑的果子吗？多谢江姑娘。二位大人，里面请。